前辈，可知我母亲现在何处？楚风也是问道。楚风，老夫离开七界圣府太久，并不知你母亲现在何处。我听闻七界圣府内确实有些不好的传闻，但老夫做过占卜，你母亲很健康，身体无碍，那传闻应该是假的。虽说占卜这东西很玄学，可抛开此事，以我对叶天染的了解，他就算再固执，应该也不会做伤害亲人之事。摘星道长说道。见他这样说，楚风便也不再询问其母亲的事，而是问道：前辈，我听闻七界圣府内有着很强大的力量，那力量远在叶天染之上。楚风啊，老夫虽离开了七界圣府，但终究是七界圣府之人，有些事情若是说了，便愧对于七界圣府。当然并不是将你当外人，而是这件事七界圣府的人也不能说，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。摘星道长抚摸着胡须，淡淡笑道。当然。楚风也是笑着点了点头，但却问道：前辈能否说那力量到底有多强？天龙境，还是说已经超越天龙境？楚风，这个不是老夫不说，是老夫也不清楚。摘星道长道。楚风没想到摘星道长这里什么消息都得不到，但是他的回答又没问题。楚风自然不好强人所难，可忽然摘星道长以及楚风抬头望向虚空之上，紧接着花花与夏星辰也同样望向虚空。尽管在传送隧道之内，尽管移动速度非常快，正常来说外面的景物难以看清，但如果距离足够远，或者目标足够大，还是能够看到的。眼下他们都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，星空之中无数流星虚影浮现，那些流星虽是虚影，但却极大，每一颗都堪比一方世界。它们毫无征兆的自虚空之上浮现，并且越来越多，数量之磅礴，简直叹为观止。伴随数量增加，覆盖面积越来越大，甚至超越了天河，与浩瀚星空独成一派。这一幕何止引起楚风等人注意，此刻浩瀚修武界各方强者都被星空之上的一幕所吸引，各方强者皆是放下手上之事，实力够强的直接离开世界，来到星空之中观摩，实力较弱的也是紧紧凝视。所有人都能不知道这股磅礴的力量从何而来，但它的来头绝对不小。最主要的是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那流光正在相互组成，似乎是要组成什么东西。很快，那无数流光组成了一幅遮盖星空的画卷，画卷内的一切不是静止的，而是仿佛活的，因为它在动。画卷最中心是一座高塔，此塔极大，彰显的下方的人群显得如尘埃一般渺小，但人群也是看得清楚，人数之多密密麻麻，形成了真正的人海。哪怕那塔如此高大，且下方面积最广，可塔之下方却也被浩瀚人海所吞没，流光宛如星辰，人也好，塔也好，都是大概景象，难以形成具体轮廓。可大家却都看得紧张恐慌，同时也被那场景震撼的头皮发麻，因为它不仅覆盖面积大，更是能传递给观看者一种直观的感受。那厮杀仿佛是真的，是未来即将发生的。最终浩瀚人海所有人全部倒下不动，唯有一道身影脱颖而出。这位快速的攀登高塔，很快便来到顶端。猛然间，那道身影光芒大盛，其光芒比明日还要闪耀，覆盖整个浩瀚修武界。虽然光芒一闪即逝，但这一刻所有人皆是心神一紧。那道身影伴随光芒向所有人传递了一个信息：我没感受错吧？夏星辰小嘴微张，惊呼出声：你也感受到了？花花同样表情震惊。旋即二人同时看向楚风与摘星道长。感受到了，是小辈。摘星道长点头。至于楚风，自然也感受到了。实际上但凡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。前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到底是什么啊？是异象吗？夏星辰看向摘星道长，这一幕太过骇人，简直超过了各方势力最强的传递消息手段，哪有人可以布置出比一方天河还要巨大的景象，甚至可以直接传递信息的？他断定这件事与当代修武者无关，因为没人可以得到。老夫也不清楚，从未见过，也未曾听闻过。摘星道长目光闪烁，这一幕何止后辈被震撼，他这位强大的界灵师同样也是被惊吓到了。那景象让他觉得自己渺小，仿佛他也是那高塔下方的一个身影而已。而在浩瀚修武界，各方人马都在惊叹不安猜测之际，那星光组成的景象开始散去，流光再次化作流光，但那漫天星光形成席卷星空的暴雨，向同一个方向飞掠而去。七界天河，最终那漫天星光融入了七界天河神之时代的虚影之中。至此，所有人都明白了，这似是预言，但更像是指引。神之时代给予的指引，指引着世人最终能够在这个时代封神者将是一个小辈。摘星道长、夏星辰以及花花三人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楚风。怎么这么看我？楚风感觉有些尴尬。神之时代最终胜者将是小辈，小辈之中你又是最强的，这不就是预示着你将是神之时代的最终胜者吗？夏星辰笑眯眯的道。虽然我不想谦虚，但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？不过我确实也很好奇，那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？楚风看向七界天河所在的方向，那里应该绝对藏着力量，不然何以如此浩瀚之声势？而楚风渴望力量，只要获得足够强的力量，他便无需东问西问，侧面打探其母亲安危，而是直接杀入七界圣府。尽管这些较为了解其母之人对其母亲都较有信心，楚风对其母亲
也同样有信心。可唯有真正见到其母爱安然无恙，楚风的心才能彻底落下。与此同时，一座遗迹外，介天与七界圣府诸多强者皆是站在这里。他抬头望着虚空，久久无法回过神来，因为他就在七界天河内，看着那漫天流星向自己所在的方位飞掠而来，那种震撼他感受得更为真切。可神之时代的指引让他压力倍增，尽管很不服，可经过交手，他可以确定2件事：楚风与仙海鱼儿都是很强的对手，他已没有了最初的信心。忽然大地颤动，顺势观望，那宛如巨城一般的遗迹，磅礴的结界之力正在散去。见此一幕，七界圣府众强者皆是面露狂喜，包括介天，他们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。那可是祖武界宗的遗迹终于被攻克了，而破解这座遗迹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外公七界府主介天然，并且介天已经听闻前不久神体天河的那座遗迹也被其外公所攻破。但想到这里，介天却又有些惆怅。其外公接连破解2座祖武界宗的遗迹，完成前无古人之壮举，可他却失败了，并且还是败在了楚风之手。拜见府主大人。伴随众人膜拜之音响彻，七界圣府自遗迹之内走了出来。天儿，看你的脸色，莫非是未能破解？介天染问。外公，是我无能。介天直接跪在了地上。见状，介天染看了一眼周围之人，一个眼神，七界圣府众强者明白其意思，纷纷退下，只留下介天染与介天2人。而介天也是将遭遇楚风的经过全部告诉了介天染，但是他只是说他被楚风击败，遗迹楚风破解后又逃走了，他并没有说他对其母亲的怀疑。外公，我没用，我又给您丢脸了，我有重罪，还请外公严惩。介天猛地叩头，而介天染也是一步一步向他走来。尽管介天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，可伴随介天染靠近，他内心仍是极其紧张。从小到大，介天染都待他极好，几乎很少惩罚于他，可是他对这位外公依旧发自内心的又敬又畏。然而当介天染真的靠近后，却将介天搀扶了起来。天儿，你与外公实话实说，经过此事，你觉得楚风实力究竟如何？介天染问。很强。介天道。下次遇见他，你有把握击败他吗？介天染问。同等境界之下，我确实没有绝对把握，但我会全力以赴。介天道。很好，不愧是老夫的外孙，要的就是这种志气。人无论何时，志气不能丢。介天染笑了笑，对于介天的答复，显然他很满意。刚刚星空一幕，你也见到了吧？介天染问。见到了。外公，神之时代内到底有着什么？真的具有能够统治浩瀚修武界的力量吗？对于神之时代，介天也是非常好奇，而他的外公则是他所认识所有人中见识最为渊博之人。刚刚的景象，你觉得当今浩瀚修武界哪方势力能够做到？介天染问。若我七界圣府做不到，便无人能够做到。介天道。所以神之时代内具备的力量，又何必怀疑？介天染道。那外公，您觉得那指引靠谱吗？真的会有小辈登顶？可小辈如何能够战胜老一辈的强者啊？毕竟当今时代还有如外公一样的存在呢。虽然介天向来很是自信，但也是同辈之中，那神之时代的指引却是老一辈与小一辈同时争锋，小辈最终登顶，这便是他不愿相信那指引的一点。小辈如何能够战胜老一辈？修武一途向来讲求天赋，而小辈往往是天赋最为强盛时期，过了小辈，天赋再好之人增进速度也会放缓。听闻远古时期小辈中出现的顶尖强者也是数不胜数，哪怕当代，其实以天儿你的实力放在很多世界甚至星域也都是只手遮天的人物，何况你的年龄还尚小，以你的天赋，若我七界圣府鼎力相助，未必不能在你小辈之时超越于老夫。介天染道。真的吗？介天自己都有些难以确定，因为他外公在他心中实在太强了，他怎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超越其外公？真的，也许要不了多久，你便能超越外公，因为外公还并没有将最好的资源给你。介天染道。我还没有拿到最好的资源。介天自己都感到意外，因为在他的认知中，从小到大他所获得的都是最好的资源，不仅是我七界圣府，其他势力也都没有权利培养他们的小辈天才。毕竟一个势力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平衡发展，小辈需要成长，老辈也需要变强，资源不可能全部投入给小辈。但现在的情况则是不同，神之时代已经给出指引，那就不能按照过去的思维做事。话到此处，介天染目光凝重地看向介天，接下来老夫将不惜代价将七界圣府所有资源都倾向于你，是小辈用的给你，非小辈用的也要想方设法变成小辈用的也给你。天儿，不仅我七界圣府会如此，相信其他势力同样会如此，包括远古势力，这是背水一战，而老夫将赌注都压在了你的身上，你将是我七界圣府的希望。不过也不要有压力，因为老夫相信你一定可以，你将是站在这个时代最顶端的封神之人。听着这些话，再看着介天染那期待的眼神，介天也是眼含热泪，血液沸腾，甚至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登顶的景象。于是他再度跪下。外公放心，天儿绝不会再让您失望。